这里是珠江湾校区广州市南沙小学，蛮气派的一个新学校啊。第一次从这个方向向着明珠湾大桥骑行，很明显的这个路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明珠湾大桥，就从这边掉头回去了也正好可以从这个方向来看看胶门河水道。现在呢，我就离开绿道准备向我刚刚停车的地方骑过去。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开车到南沙来转转刚刚去到胶门河道边上从一个楼上呢就看到下面呢正在进行绿道的施工，将来呢这边有可能会成为一条南沙情侣路的一带但是呢这个工程目前还只是一个简易的工程，先把步道和骑行道铺平，然后呢在它边上还会建一条来回4车道的公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程。但不管怎么说呢，这里也预示着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新的这个面貌。趁着来这边的这个时候呢，我就骑车去逛逛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条正在修建的绿道，然后去试着骑行一段。现在呢，我骑行在这条叫海南2街的马路上，这边呢，我看到也有新建的学校，当然已经早期开发的一些住宅楼就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如果这里不是地处相对偏远从这边呢可以望水望江甚至可以说是望海因为这是一个珠江的出海口的地方，应该是深受大家喜欢的宜居的一个地方。这里是珠江湾校区广州市南沙小学，蛮气派的一个新学校这里呢是珠江地产发展的一片社区，那肯定也是会容纳很多人所以建一些学校呢是理所当然的。前面呢是有珠江海域的正在建的高楼的售楼部看看这个边上能不能一条小路拐到里面的绿道上去之后呢，我想象这条路将来会跟前面的明珠湾大桥下面拉直，就会形成一条可以通车的公路
通过一段小道，我们就可以来到了前面那种涂成蓝色的，应该就是绿道、碧道啊。当然，这就是我的骑行道。到这边来转转，面对的呢就是蛟门河水道。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已经路都铺好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通行。反正呢，我就是骑着单车，在这条已经铺平的马路上呢，往前来骑一段啊，看骑到哪算哪吧。这条蛟门水道边上的绿道啊，从6月份开始施工，为期3个月啊，大概就要做成我现在骑行的这样的一种铺平的道路。但这个呢，应该不是一个汽车道，或者暂时呢还是兼用一下。那以后呢，可能还是主要作为一个骑行和大家散步的道路。第一次啊，从这个方向向着明珠湾大桥骑行，很明显的啊，这个路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的右侧这些呢，应该将来会拆迁的吧？还是当地的一些村民的房子。今年11月9号呢，会举办全国运动会啊。原本呢，他想把主会场设置在南沙21村那里啊，就专门建了一个体育场馆一群，但是有些工程呢，据说来不及啊。现在的话呢，就不了了之。这里还有一段小路没有完全连通。这边呢，就来到了这个坑塘村的，应该是一个村民啊广场一样的地方啊。看来这一段呢还没有完工。左前方呢是一个当地的码头。现在骑行的呢，就是蛟门水道边上一座村庄里面的街道。这条街道呢，勉强也是可以开通行汽车的。我的前面呢就是明珠湾大桥，那这边呢当然也在进行施工。好像刚刚开始铺设这些柏油马路吧。
这条小道呢，跟我上次在莲花山脚下那个村中的街道穿行的感觉差不多是一样的。这里呢已经进入到工地了啊，看看骑着单车能不能走一走。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就是明珠湾大桥，基本上弄得还是蛮干净的啊。可以想象一下啊，再过个1-2年，这里呢就会变成一条清水的绿道、骑行道。相信呢，右侧呢就会建一条公路。现在骑行的这个路呢，应该就会变成绿道啊、骑行道、散步道之类的。原本呢，这里真的都是一条烂路啊，而且这个烂路上面停了很多的车，但现在呢，把它铺平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右侧会开出真正的马路。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已经改成了优联学校的这个学校啊。最早呢是英国的休斯贝利，但是生不逢时啊，等到它建成以后呢，就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已经转让给霍英东这个旗下的优联学校。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这边呢是未来的南沙的中心，也就是明珠湾区的最中心的地方啊。对面呢，你看啊，就是那个金融会址，就是横沥岛尖，再往前去呢是灵山岛尖啊。今天趁着没有人，这条路还没有开放之前呢，就骑个车在这边转一转，感受一下滨江的这种气息，也想象一下这条路以后完全开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最起码呢，以后可以经常到这边来骑一下自行车了，因为从前面的交门河道一直到虎门大桥，延绵20公里左右就是一条完整的骑行道。就我们稍安勿躁再等待一段时间，将来就可以在这边骑车漫游了。左侧的这些防护的栏杆都是最近这几个月刚刚建起来的。这个新铺的马路非常的平整，骑行在上面呢，感觉非常的舒适。应该还要画成专门的线吧，但我就不清楚这里以后会不会变成一条人行、骑行和公路的混合的马路但愿呢，这里禁止通车就好了。这样骑行散步就比较安全。
南沙呢，真的还是一块宝地啊！不仅是大湾区的中心的地理位置，主要呢是珠江出海口，这里离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啊，基本上是个等距离的位置，所以只要路桥都通啊，将来真的四通八达。可以想象，将来发展的潜力还是可期的。因为这个路呢还没有正式的开通啊。哦，前面有人说不要再过去了，可能在施工。那我们见好就收吧，就从这边掉头回去了啊。也正好可以从这个方向来看看礁门和水道。前方对着呢就是明珠湾大桥。总之呢，这一片地方将来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待发展的地方。但是目前呢，左侧基本都是一些工厂、工业用房，就还需要做很长时间的等待啊。看到这个江里啊，停了很多的这种河里运货的轮船啊，这都是一些货船吧，样子长得不大好看，但是在河里面运输东西应该成本比较低吧。只是在这个江里面停着，不知道是避风还是休息，就感官上来讲，不如那种停满着私家游艇的港湾来的漂亮。这条马路的施工呢，应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仅仅2个多月而已，都已经成了规模了。我在我的视频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回啊，
广州，我想中国很多地方应该都在进行重新建设啊，或者说把这个旧的地方呢进行改造。整个过程呢是比较凌乱的啊，但是呢，你只要有耐心，或者你等一段时间再过来啊，情况就会不同。所以在中国很多事情的话，你不要看过程，你最终就等一个结果就好啊。你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1年2年，再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地方跟你记忆当中已经是不一样了。那这些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你有时候依稀觉得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分呢，这些记忆当中的街道啊、景观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这个前面呢有风之路了，但是我在看好像在搞一些雕塑性的东西吧，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急的去了解到它目前的情况，就等个几个月再来看看就好。现在呢，我拐到刚刚来的这条村庄里面的小道上，在骑一段。但愿呢，随着外面的这条道路的改建啊，慢慢的也会把这些老的村里的小道也进行一番改造。最好呢是把这些村民的房子都拆掉，重新建一些和景观相符、和生活需要一致的新的房子。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实现得了啊。现在呢，我这是在明珠湾大桥底下穿过，这里呢，我相信也在进行一些绿化美化的工程啊。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一看。现在呢，我继续在胶门水道边上啊，这里已经骑到了一个村庄边了，也就是我刚刚来的这条路吧。那我打算还是原路返回啊。这条临海的马路边上呢，真的还是有好多当地村民的房子。相信站在这么好的位置，他们也不愿意拆吧，或者呢，政府就要花一些代价，把他们房子底下的地买下来，然后呢，才会形成更多的休闲的区域，或者变成公园等等。前面呢叫福州大桥，就是由这个南沙通往龙穴岛，就是南沙港的一条大桥。那我们开车呢曾经经过过。其实这条马路呢还没有正式完工啊。虽然说路面铺设都已经结束，
但是在各个地方呢还做了一些阻拦。那我们就来尝个头啖汤，所以随意的在这条马路上呢走走，相信也无伤大雅吧。好，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原本已经修好的这一段南沙绿道上来骑行了啊。以后呢，就是这条道跟我身后的正在改建的道路会连成一体，将来呢就可以从银珠湾桥下通过，一直从这边呢骑到大角鲨公园，并且可以进一步去到虎门大桥下面这条很长的骑行道，期待的等它全线通车的时候来骑行一次。但是我记得现在骑行的这一条绿道大概有7公里长，也是花了1-2年还是2-3年的时间才慢慢建成揭开面纱的。就当时还轰动一时，很多人到这边来打卡。时间过了几年以后呢，你看啊，这条绿道涂成蓝色的路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损坏，或者说颜色都已经退了，就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好看了。我记得前不久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南沙20村那边现在有一个大湾区文化中心吧，应该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南沙体育场馆。就那边呢也是已经搞得七七八八，主场馆都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只是呢它还有一些地方还在进行道路的施工美化等等现在呢我就离开绿道准备向我刚刚停车的地方骑过去。现在呢我离开绿道就来到一片居民区，从它身边的一些小商业店铺门前穿过其实左侧这些房子呢已经建了应该也有10多年了吧，但这边的商业一直搞不起来。主要呢我觉得南沙缺人，还有一个呢就是给人家的印象永远都在建设过程当中，而不是一个非常宜居生活化的城市。现在呢我又转进海兰路
前面呢就是我刚刚停车的地方。今天也就是一段骑行，这个漫游，随意的逛逛，看看南沙啊，它的一些新的发展。主要呢是去了礁门水道边上的那条号称将来是南沙情侣路的海边的小道啊，正在建设过程当中。你要完全建完呢，恐怕没有1年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只要骑行道呢，我相信再过个1-2个月应该就完工了吧。到时候有机会呢，到时候再来转转吧。南沙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但是呢，规划计划的色彩稍微有点重。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靠竞争、靠私有经济，在计划经济支撑下成长的城市。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左右得了的。我们就是希望时不时来看看它的变化就好。在这边呢，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个地方再见，拜拜。